在未来，丈夫下班回到家后，妻子就会从虚拟中走出来。即使男人非常穷，她也会想办法伪装出一顿大餐，随时随地变换你喜欢的妆容，百依百顺照顾你的烦闷情绪。可乔伊只能待在家里，哪里也去不了。但是丈夫 K 这天给她带来了惊喜，斥巨资买来的便携式全息投影仪，打开的一瞬间，妻子乔伊开心不已。Thank you, honey. You can go anywhere you want in the world now. Where do you want to go first?此时外面正下着暴雨，乔伊慢慢地走进雨幕之中，感受着点点水花拍打在她的肌肤上，她不敢相信地感受着世间美好，接着缓缓拉起 K 的手，依雨水做嫁衣，感受着心中的温暖。两人在雨中寻觅着对方时 ，K 的上级发来消息时，乔伊暂停，他不得不先去处理自己的工作，猎杀一名被上个时代淘汰的复制人。然而 K 自己也是复制人，只不过是新一代。第二天，他来到了一处偏僻农场，干净利索地解决了任务目标。可就在他收拾完准备回公司时 ，K 注意到一朵枯树下的小黄花，他对这某格格不入的黄色感到好奇，然后通过探测发现下面还有个箱子，没有打开。 K 把箱子带回了公司，发现里面装着旧时代复制人的骨骼，但奇怪的是，他竟然死于难产，而且是婴儿出生后才死的。要知道，所有的复制人都是批量生产的，如果复制人也能够繁衍，那么他们又和正常人有什么区别？人类发明他们的本意就是当奴隶，用完了就销毁，如同机器一样。公司不想造成与复制人之间的战争，所以上司就命令 K 去找到那个已经产下的孩子，杀掉他。 I've never retired something that was born before. What's the difference? Are you telling me no? I wasn't aware that was an option then. Attaboy. You've been getting on fine without one. What's that, madam? A soul. K 来到一家叫华莱士的公司调查，所有新型复制人都由他生产，但这里没有旧型号的资料，只有一些关于银翼杀手福特的消息。然而由于福特已经退役 ，K 暂时也找不到他这条线索。就在他行动的期间，华莱士公司也得知了消息，他们一直在研究复制人如何生育，但是一直没有成功，所以就想要找到那个孩子研究。那边派出夜店女郎去诱惑 K， 可是，一番操作下来，女郎却发现眼前的男人已经心有所属，而且好像就喜欢纸片人。You don't like real girls. Well, I'm always here. 之后 ，K 再次来到那个农场查看那棵挖到箱子的枯树时，意外发现了树底下刻着一串数字。突然，一段童年回忆涌上心头。年幼的他曾经有过一个玩具木马，底下刻的就是这串好似日期的数字。孤儿院的孩子们想要抢走 ，K 就将木马藏到了废弃锅炉里。他开始隐约觉得那个孩子应该和自己有一丝关系。与此同时，华莱士派出女特工潜入到 K 的公司，打算偷走骨骼。一名员工发现了他。 You can't take those. Of course not. Proper channels and paperwork. It's all here. Hold this for me. Yep. Here you go. 女特工将工作人员一击毙命，然后从容地继续装骨头。K 的上司找到他进行谈话，说骨头已经被偷走，想让他尽快查找到关于孩子的下落。然而 K 说出了记忆中的木马，却没有告诉他木马下面的日期。一向服从人类的 K 这次撒谎了。之后 K 独自来到了 DNA 信息库，查询了日期那天新生儿的记录，最后发现有2个孩子 DNA 完全一样，那么其中一个必定就是假的，并且他们都在同一家孤儿院待过。女孩死了，男孩却失踪了。妻子乔伊在他的耳边低语，说不定 K 就是那个男孩。为了探究真相，两人来到孤儿院。然而 K 发现这里和他记忆中那个偷藏木马的地方一模一样，凭借感觉竟真的找到了那个木马。回到家里 K 陷入了沉思，他开始怀疑自己真的就是那个男孩。可这时乔伊却眼含热泪，真心为他的男人不是工厂制造的而高兴。 The real boy needs a real name. Joe. 但 K 觉得还不能轻易下结论，因为如今的科技已经能够捏造记忆，就是为了复制人能够更好服务人类。安娜博士是记忆制作大师，但是由于患病，只能生活在无菌罩内。K 拜访了安娜博士，请求帮助，查看一下自己的记忆是否真实。 Think about the memory you want me to see. Not even that hard, just picture it. 接着 K 开始回忆那段木马记忆，没想到安娜始终一言不发，最后还被感动到流下了泪水。片刻后，他告诉 K 那段记忆是真实的，不是人为植入进去。K 有些无法冷静，内心杂乱不已，就如同漫天雪花一样飘忽不定，不知自己身为何物，不知从何而来，自己好像真的是那个他要找的婴儿。内心的转变被公司侦探到，还因此无法通过复制人基线测试，也意味着 K 可能要被销毁。然而他和上司共事多年，上司经常把他当作正常人来看，似乎内心深处还有着一丝好感，就没有打算销毁，还帮助他逃离了公司。 茫茫雪城中 ，K 伪装了自己，但还是被当初的女郎发现。就在 K 进门后不久，夜店女郎也推门而入。她高挑的双腿好似并不惧怕寒冷，让 K 的心跳多了几拍。 You liked her, I could tell. It's okay. She's real. I want to be real for you.
女郎知道 K 的二次元妻子，也知道接下来他们想要干什么。乔伊靠近女郎，接着就融入进去。他借用女郎的身体慢慢靠近 K， 这一次他们终于跨越了次元 ，K 也渐渐地沉浸其中，两人热烈的拥抱，感受来之不易的温暖，最后就要来一次真正的成长。第二天夜店，女郎从 K 的床上醒来，她悄悄把定位器塞进 K 的衣服，乔伊走过来并没有发现，并且有些吃醋，让他赶快离开。回头再次看到自己最爱之人，他们要开始逃亡生涯了。K 将乔伊装进投影仪里一起带走，先是来到黑市检测这个木马，查出上面带着一种辐射，接着锁定了这种辐射的所在地。另一边，华莱士的女特工找到 K 的上司，问他把 K 送到了哪里。上司面对逼问宁死不屈，最终惨死在女特工的手上，并且还在电脑上查找到了 K 的定位。K 来到了一处荒芜之地，他顺着线索来到一栋别墅内，这里杂乱寂静，四下无人，但琳琅满目的柜台也足以说明这里曾经也有过辉煌时刻，而现在只剩下了各种陈列的桌椅。就在 K 慢慢搜寻蛛丝马迹时，一把手枪慢慢显露出来，正是当年的银翼杀手德卡德。看着 K 是一名警察，对他充满了戒备，他上来就是一枪把 K 打翻下去。德卡德追着来到地下的歌舞厅，这里依旧闪烁着灯光，播放全息舞蹈。K 为了表明自己无意伤害，从始至终都在挨打，没有还手，一直把德卡德累得气喘吁吁后，才提议坐下来喝2杯谈谈。 K 确定了德卡德就是自己的父亲，但他并没有说出来，而是问孩子的妈妈是谁，为什么送去孤儿院。德卡德说母亲名叫瑞秋，送去孤儿院是怕暴露身份被销毁，复制人叛军为他设立了重重保护，所以德卡德自己也没见过那孩子。 Sometimes to love someone, you gotta be a stranger. To strangers. 还没等父子相认，女特工就带人找到了这里。他们是一强悍，轻松撂倒2人。德卡德作为线索被女特工带走 ，K 身受重伤，妻子也出现了。看着 K 十分珍惜那个投影仪，女特工直接坏人做到底。 I do hope you're satisfied with our product. 看着最爱之人破碎在眼前，自己却毫无还手之力。晚上，一伙神秘人顺着追踪器来带走了 K， 再次从昏迷中醒来，眼泪也无法止住。芯片损毁，妻子就此离去。但是朦胧中，他看到了那位女郎。原来女郎是复制人叛军的一员，他们一直都在暗中保护那个孩子，因为生育是证明他们也存在人性的证据。眼下正在组织军队，准备发动变革，然后还邀请 K 加入他们。 Dying for the right cause is the most human thing we can do. 可接下来的话才让 K 最为震惊。原来瑞秋生下的是一个女孩，男孩只是其中的一道保护措施 ，K 只是他们计划中的一环，就连记忆也是被植入的。 You imagined it was you. Oh, you did. You did. We all wish it was us. That's why we believe. 回想起安娜看到记忆后流下眼泪，原来是安娜看到了自己的记忆，所以安娜博士才是瑞秋和德卡德的孩子。另一边，德卡德被带到华莱士公司，为了套取德卡德口中的线索，他们用瑞秋的骨骼 DNA 还原了当年的瑞秋，听着高跟鞋逐渐靠近的声音，看到了从黑暗里走来的瑞秋，一眼万年，宛如出狱时那般历历在目。然而德卡德却已经头发花白，可只是过了片刻，德卡德只是说道 Her eyes were green. 转头离去，他没有瑞秋的灵魂。华莱士的小把戏失败了，于是就打算转移德卡德，可就在转移的途中遭到了袭击，飞行汽车被 K 他们击落到海边，两人见面瞬间扭打在一起。可那边被绑的德卡德马上就要被淹没 ，K 一时分神让女特工插了一刀，以为 K 就这么死了。之后，女特工返回了汽车，没想到 K 从水下又钻了出来，来了一波极限反杀，做掉了女特工，最后成功救出了德卡德。接着 K 并没有把他带回叛军总部，而是来到了安娜博士的研究所。银白色的雪花铺满了地面 ，K 颤颤巍巍地掏出那只记忆中的木马，然后交给了德卡德。 All the best memories are hers. Why? What am I to you? K 回应了一个微笑，只是让他赶快去见见女儿。看着德卡德慢慢走进了研究所，雪中的 K 渐渐有些失神。坐到台阶上 ，K 疑惑自己究竟是谁。打开衣服，看到了雪水与血水交融，他仰天感受漫天飘零的雪花，这是他存在于世间最好的证明。泪水浸满眼眶，不让他流出。他也许在想，如果妻子还在的话，一定会俯身轻声地告诉他：“你是乔，是我最爱的那个大人物。”
将近3个小时的科幻电影，却处处透露着细腻的感情，多数时间都忘记了他们是复制人的设定，并且最后也真的赋予了灵魂，这是其他科幻电影所不能及的。《银翼杀手2049》的格局很小，可它蕴含了出生和死亡的艺术成分，让真正喜欢它的人大呼过瘾。作为认识主体的人，究竟能不能确切地区分真实和虚幻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语，蝴蝶之梦为周语，到底是庄周梦蝶还是狐梦庄周？这样复杂的哲学道理，任谁也无法说清。所以最后德卡特见到女儿，叛军发动战争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，也都被掩埋在茫茫血海之中。电影本就是回荡在脑海中的艺术，长片短解只为推荐一部电影，触碰原片才会体验一段人生。下一期视频我们再见。